在中国有那么几个城市，他们是除了北上广之外，我认为你最应该去的几个城市。那今天这一期，我会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大理。我其实只去过大理一次，那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我去徒步的路上路过了大理。虽然我只去过一次，但是我对那里的景色非常的有印象。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大理在整个中国，它的地位都变得有一些特殊，所以我认为大理是一个你值得了解，并且如果有机会的话，值得去看一看，甚至是居住一段时间的地方。首先，我其实想说一下大理为什么这几年在中国变得有些特殊。也许你知道数字游民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数字其实指的就是 digital， 游民指的就是 nomad， 所以数字游民指的就是 digital nomad。 那大理在中国最近这几年变成了中国人的数字游民目的地，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他们会用远程工作的方式在大理生活，但是为在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公司工作。这些数字游民常常开玩笑说，他们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但是生活在三线城市，付的也是三线城市的钱。虽然在同一个国家做数字游民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概念听上去很奇怪，比如说我现在生活的国家荷兰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从最北部到最南部坐火车可能最多4-5个小时就到了。那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所以当你在比如说东部的某个城市工作，但是你生活的地方却是在中国西部或者南部的某一个城市，那么你就可以称自己为数字游民。那大理为什么会变成中国数字游民的目的地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大理这个城市本身的一些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当地的一些自然地貌。在大理成为中国数字游民的目的地之前，它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城市了。如果你看一看大理的地图，你就会注意到整个大理它的中心其实是一块很大的湖，它的名字叫做洱海。你可能会想，明明是湖，为什么叫做洱海呢？这其实是因为洱海非常的大，是云南省第2大的湖。整个洱海的水面
非常的平静，湖水非常的蓝，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渔民在洱海上打捞鱼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仅仅是湖的话呢，那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洱海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洱海边上有一座很漂亮的山脉，叫做苍山。苍山，想象一下，你走在一个看不见边际的湖边上，湖水很蓝，微风轻轻吹拂。你抬头看，看到的是一座连绵的山脉。在中国的古诗当中，这样的景色被称为苍山洱海。苍山洱海，这就是大理最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如果你去大理玩的话，一定要在洱海边上住一晚上，白天沿着洱海骑车，晚上呢就欣赏苍山倒映在湖面上的景色。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经常说，哪里有水，哪里就有人。特别是在古代没有太多基础设施来帮助人类获得水资源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水的地方就必定有人，而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文化。那同样，在洱海边上的大理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700年前，现在大理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在欧洲还是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就是 Middle Ages。 那个时候的大理叫做大理国，国家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在洱海苍山这一块。当时占据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叫做元朝。元朝，那当时元朝的皇帝忽必烈打败了大理国，把大理国纳入了元朝的统治范围。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之内，有陆陆续续的大理国想反抗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但是呢，由于整个元朝的势力很强大，那大理国的复兴就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样一段历史，其实在中国的很有名的一本武侠小说当中有被反复提到。那这本小说就是大名鼎鼎的《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在中国武侠小说、武侠世界上最有名也是最有地位的这样一本小说了。我们会另外出一期节目聊一聊中国的武侠世界和武侠文化。但说回大理，因为大理的这一段历史在《天龙八部》当中被反复提及，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英文里所说的 romanticize。 所以很多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大理在哪儿，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他们通过
阅读《天龙八部》的小说，或者看《天龙八部》的电视剧，就对大理这个地方，对大理这个名字有了一些奇妙的情节在。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现在和一个中国人提起大理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天龙八部》当中的大理。那正因为这样久远的历史，你如果去大理的话，另外一个需要看一看的地方，那就是大理的古城。古城的意思就是说，这儿一块地方原来是大理国的城市。你会看到有城门，有一些老式的建筑，还有一些城墙等等。当然，原来真正700年前的那一些建筑肯定都不在了，因为古代的中国很多的建筑都是用木头制造的。那木头建造的这样一些建筑，自然是不能保存那么久的。但是古城的样子还是在，城门也还在，甚至是地面上的砖头也都还是几百年前的砖头。所以如果你想体会一下古代中国的魅力，除了去北京或者是西安这样一些城市之外，大理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那另外一个你也许会注意到的大理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大理有很多的建筑墙面都很白，甚至是整座建筑的外部装饰都是白色的。另外还有一些很漂亮但也很特殊的蓝色的花纹，那是因为那些建筑是白族的建筑。也许你知道，在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是多数民族，也就是说，汉族的人在中国占绝大部分的人口。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超过95%的中国人都是汉族，我也是汉族的。那剩下的55个民族，我们都叫他们少数民族，而白族就是其中的一个。白就是指白色的意思。这个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当中，以及他们的建筑风格，都是以白色为主的。那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在大理的一些建筑上看得出来他们特有的建筑风格。大理的全称其实叫做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那就是大理的名字，白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指的意思就是他们是自我统治，也就是说白族能够在当地有一定的自主决定、自主决策的这样一种权利。当然，中国中央政府还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但是在大理的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这些方面，来自白族的管理者能够根据白族自己的特点和需求
来做决策。比如说，这个民族可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有自己的服饰，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文化方面的传承等等，那他们就能够有一定的权利来帮助把这些文化和民族特点传承下去。虽然在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是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有这样一些自治区的。那通过这样一些自治区的管理方式，中央政府能够给到当地的少数民族一些决策权，从而避免一些潜在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在大理市内部逛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建筑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建筑，还有一部分建筑有很明显的白族的特征在里边。那这就是大理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如果我回中国的话，我很想回大理看一看。我也推荐你去大理看一看，甚至居住一段时间。尤其是现在那里有很多来自于一线城市的数字游民居住。那你如果只能说英文，或者说中文没有那么好的话，在当地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能够和你用英文交流的人，和他们成为朋友的。也许大理能成为下一个全球数字游民的目的地，也说不一定呢。但是网络情况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吧。OK， 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对中国的城市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当别人问到你知道中国的哪些城市的时候，不要只回答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国还有很多很有意思、历史和文化以及自然风景都很好的地方。我以后还会陆续的出一些关于其他的我喜欢的中国城市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